马老师好，我是那个万磊。然后今天想请教您的问题是，就是正手拉球的问题。我正手拉球的时候，感觉往上的那种摩擦太多，然后往前的力感觉比较少，所以的话就拉过去的球不是特别的那个冲，然后对方的话就比较能够很容易的回过来。然后想问一下您有没有什么办法？OK，咱们就打俩球，你就稍微退出一点，别太发力了，连续拉几板啊，来。就是我刚才说的，你要单纯从外观上看，你说他手上有动作没有？有动作，但是他跟他的身体没搁在一块儿，是这样的，他没跟自己的身体的重心在一起，对不对？再一个，给我一种感觉，他的动作是不连贯的，你知道吗？打球首先啊，你还得连贯。连贯的意思是什么呢？第一，它能让你慢慢放松。第二，它能让你找到连续打球的感觉，然后以后才说发力的问题。你的这个技术啊，按低水平要求来说凑合了，但如果你真要是打的想好一点，确实是有问题。第一个，刚才我说的那个情况，你要解决的问题只有两个途径：第一，徒手挥拍；第二，多球，是吧？这第一条。第二条。你们可能没跟他脸对脸，他的正手是这样，他这拇指是这样。我告诉你们，这拇指是这样的，有一个特别大的毛病，他拇指是这样的，他后三指一定是他要加力攥住拍柄，要不然他没法打球。你们打横板，所以说他一这样以后呢，他这食指甭想发力，他那力点全在后三指上。这你正手没法打，尤其近台甭想发力。他最后近台所谓发力，他是靠这儿，靠食指啊。所以说你的拇指最好是这样，你的拇指这样，你那后边三指一定发力，对不对？对。你是不是这样不？就感觉就是拇指放这边的话，然后食指就不用发力了，就敲起来的话。对，敲起来以后，你就得用后三指发力了，你食指就用不上了。其实正手应该是这样发力的，这样发力的，对呀，那个力才在板头上去呢，要不然你那个力都在后边呢。尤其说的是正手技术啊，说的是正手技术，你是这么过法的，你不信，你现在稍微改你这个拇指啊，就是你把那个力搁在这个这两个指头和那个虎口上。是不是好点儿？感觉就是发力好发了。多新鲜呀！一定是这样的。这是一个问题啊，一个是你这握拍问题，第二个就是他打球啊，因为他这个东西，他这个动作，就是用我的话，我没有贬义啊，欺骗性很强，因为他的动作啊很结实。什么意思啊？你看他动作不变形，这是经过练过的。但是我为什么说它有欺骗性呢？那球没指了呀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说你这个引拍啊，每一下的引拍啊，你是纯粹靠胳膊这么引的拍，所以我不知道你听懂没有？它引拍是这样引的，虽然外观上看是手臂在动，其实是腰在运动。要转腰，不单单是转腰，你比如说你引拍准备拉球之前，正手你重心肯定要右脚要踩实啊，要不然你怎么拉呀？他给我一种感觉什么？这100斤力，40斤在这儿了，40斤在这儿了，你发不出力了。我跟你说，这手上连10斤都没有，80、90斤全在腰下，那才能发出力呢。你听懂我说这话意思吗？他为什么产生这现象？这是很少出现的问题，他这横向打得太开了。你不信再看看，你再拉2个这个，大家看见了吗？这大臂特别开，知道吧？但是它特别开呢，它还有这个所谓20、30年前天天说这收前辈。你看国家队那个高手是什么呀？他那个是一
带胳膊是一体的，为什么要现在要这么拉？你包括看樊振东他们拉，他是要快，还得发出力来。当然，对你这些技术对你们来说难度比较大。我就是说，咱们练点难度不那么大的技术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你这个前大臂啊，离身体别太远。哎，对，这感觉的对，而且你让他，哎，对了，所以说他这个，哎呦，一摸手就知道了，硬，放松。哎，打这么半天，手是凉的，放松。你看这东西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个球类教学，尤其这个单项技术，没办法，就给耳提面命，一点辙都没有。所以说说没有用，放松，对，来，对，这么拉，放松，就是这问题。这哥们有点僵，有点练的，不是练的，你知道吗？放松啊，放松，就是说你这儿别单太开，知道吗？这样的感觉，哎，这样的感觉，对你给那个动作都能哎做出幅度了，那个空间呀，对不对？来啊！别，你这对了，你看大家看见没有？那点在那儿呢，懂我说的意思吧？他胳膊直着，这样直着打球，它一什么缺点？那力点肯定在肩上，你这下身的力根本到不了拍球上。感觉那个移动不是那个意思，我给你这个球啊，我给你提要求的时候，我这给你的多球跟我这个要求是配套的，我让你大臂离的身体近一点。你前臂啊上下多一点，对了，走，对，往下摆，腿下去，对不对？我都带个严重点，对，别蹲那么低，上手，蹬腿啊，对，别使这么大力，你下得太死了，你这个打球，哎。我要这动作结构，我不要那么大力，哎，走，慢摆手，对，走，哎，迎上球，赢，所以说你的问题啊，你得这么练，不管你打什么技术，现在对你来说，不发力，但时间不能晚。必须有板数，不许发力，你知道吧？你比如咱俩现在，你打正手攻球，不许发力，放松，来，对，好一点，放松，对，前臂放松。大臂离身体稍微近点。对了，你看，因为什么？你的大臂离身体太远以后，你的前臂啊就没法既往前又往上，你只能勾着打。你懂我说的意思吧？所以说我让你的大臂稍微离身体近一点的，你这个前臂既往前又往上才能做得出来。听得懂这句话吗？听懂。再有一个。你除了握拍过紧之外，刚才说的是第二点，第三点，你还有一个问题，我估计你从来自己没注意到，你这个不拿拍子那个左手，你不能往右边放，你不能这么打球，就是又不能这么打球，往左边放，这么放，往左边放到台面上，对。这样的话，你的身体你重心控制才好。你搁在一边去，你打不了球，就跟走道一顺边一样。听懂我说这话的意思吗？那个左手别往右放啊。对，要放松。你看这胳膊上来就发力。对了，我要这劲儿。对，好球，往上摩擦球。对。你感觉没感觉？你现在那个前臂对球的控制比以前好吗？对，我要的就是这感觉。
你原来就是虽然说你这动作看上去有架子，但是作用到球上没有，就是那个结构不大合理。懂我说这意思吗？哎，这些东西啊，对你来说，你这个人一定是一个他特别能练的人，你可千万别走火入魔，真的，使劲练，那你就完了。你这人特别容易练僵啊，我可告诉你。所以你比如说你这徒手这边就是他用腰带，哎，30下歇会儿，知道吧？20-30下歇会儿，你可别刚完了。练3年回来说是谁教的？说马凯元教的，我不认账啊！懂我说的意思吧？你有这个问题，所以说你的击球时间其实没什么太大问题，关键就是你的动作结构，就不是击球时间晚，就是结构的那个。对，你动作结构有问题，再一个你的发力机制有问题，跟你的握拍有直接关系。你知道，其实这个打球道理是通的。你比如你发球发到这儿，它必须这样，对不对？你比如说我这动作转不了，它僵的，那力是死的，打乒乓球是没用的。你原来那个拉球动作就在那儿，它这不行的，它得是，懂我说的意思吗？很柔和的、有弹性的，那动作得有张力、有弹性才行，不能这么打球，你知道吧？哎，你再打几个正手，轻一点啊！来，往前点上来，没关系。对，来，对，放松，对，前面放松，对，往上摩擦，对，挥起来把动作漂亮。对了，好的，挥起来，往上挥，对，后3指放松，哎，用食指打球，用食指和前臂的上端。你不能下端啊！体会放松。对了，放松，摆手，挥手，挥起来，对，挥起来，放松啊！你最后这几个球出来，那球特别舒服，我自己也感觉到就是打出来球，是不是？它不是那种愣着就出去了，知道吧？你跟绝大多数人不一样，绝大多数人刚才那几个都挺放松，你是有点硬，你把这个就先解决了，好不好？你看这重心的话是不是在往下调？别，你不用调重心了，你一调重心你就不会打球了，你知道吧？你千万别在这个骑马蹲裆式似的，那完了死了你千万别走这路啊！我告诉你，人跟人不一样，你人打球容易紧，你知道吗？立着打吧，你就这样挺好，好不好？谢了。以后有机会咱们再交流。好的。哎，打到这会儿手还是凉的。